这两台它们分别是 OPPO 和小米两家的超大杯旗舰，是现在市场上少有的搭载了4颗摄像头，并且用 Ultra 来命名的手机。它们两个不仅有强大的影像配置，而且还都联名了高端相机品牌。我相信肯定会有很多人想知道，是 OPPO Find X7 Ultra 的哈苏大师拍照更好，还是小米14 Ultra 的徕卡影像表现更硬吧？本期视频就来聊一聊他们两个的使用体验。先从他们两个的卖点说起。Find X7 Ultra 和小米14 Ultra 的4个镜头都覆盖了我们常用的焦段，都用上了索尼目前最先进的 LYT900 传感器。从绝对的光学表现上来说是互有胜负的，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。体感上，它们绝对能代表目前国产影像最好的那一档的最好水平。当然，这样做的结果肯定会让手机的3维和重量增大。这两台手机都是220多克的重量。Find X7 Ultra 整体来说相对轻薄一些，小米14 Ultra 的镜头凸起则要更加严重一些。再加上外观设计方面的不同，我个人会更倾向于 OPPO 这边，整体看上去相对精致。计算摄影在如今的手机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，尤其是当大家把传感器的配置都堆到极限，影调风格的差异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照片的观感。就 Find X7 Ultra 和小米14 Ultra 这两台手机来说，小米显然是在风格化上更激进的一方。小米14 Ultra 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徕卡经典模式，在使用这一模式拍照并开启 AI 的情况下，会主动的拉高照片的对比度，在加强暗部细节的同时保留高光部分，整体照片的信息量很足，给人一种庄重对立的感觉。而这一代的 Find X7 Ultra 则是另外一种风格，它默认模式下照片整体宽容度很高。OPPO 似乎在有意的为每张拍摄的画面确定一个整体的色调，然后在尽量还原色彩信息真实性的同时，让整体的色调风格得到一个统一，给人一种细腻温和的感觉。尤其是看这几组明暗场景的样片对比，OPPO 的哈苏显然选择了照顾整体色调风格的路线，而小米的徕卡经典选择进一步突出这种明暗关系。如果是你，会选择哪一种呢？欢迎留下你的看法。不同的影调风格也影响了这两台手机暗光拍摄的效果。比如这组样片可以看到屋外还是白天，但是室内的光线在当时是相对不足的状态。在这样对比强烈的暗光场景下，小米14 Ultra 进一步强调了明暗关系的对立，昏暗的部分完全呈现，窗外的高光也进行了保留。OPPO 这边 Find X7 Ultra 平衡了整体画面的明暗表现，并且也因此能呈现出来更多的细节。我个人感觉观感是要更好的。接下来我依然会放组样片，欢迎留下你的看法。中长焦的表现是 OPPO Find X7 Ultra 和小米14 Ultra 区别最大的部分。Find X7 Ultra 选择了底更大的潜望式长焦，型号为 IMX890 1.56英寸，而小米14 Ultra 选择了底相对较小的直立式长焦，型号为 IMX858 2.51英寸。因此在中长焦段上，两台手机的画质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。这种区别在白天的影响不大，两台手机都能拍出好看的特写照片或者人像照片。但是当来到晚上， Find X7 Ultra 的优势就变得明显了起来。更大的底意味着更多的进光量，因此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，拍摄风光的优势更加明显。配合上相对合理的光圈带来的虚化效果，用 Find X7 Ultra 拍摄的人像照片更好地平衡了人物与背景的关系。而在更高倍率的焦段下， OPPO 也能在细节部分小胜小米一些，尤其是在望远状态下拍字的表现更加自然。Find X7 Ultra 的这套双潜望镜的配置组合的确是很能打。另外，两家厂商都将 AI 运用到了手机系统的方方面面，这里我主要讲讲我用的比较多的。先从影像部分说起，小米14 Ultra 允许我们在进行超远距离变焦时主动开启 AIGC 功能，生成拍摄的细节，但是有些时候的效果并不明显。而 OPPO 这边基于 AIGC 技术的消除功能则要稳定得多，可以消除照片中多余的元素，并且自动生成对应的背景填充。相比于小米直接通过 AI 生成照片本来没有的细节， OPPO 的消除功能显然是能更好的还原我们在拍摄时真正想要的那张照片。
是一个相对更加实用的功能。小米在前段时间的更新中也时装了消除功能，对比的样片放在这里，实际的效果大家可以自己来看一下。在系统功能上， OPPO 的 AI 通话摘要功能也让我印象深刻。开启后可以自动记录我们通话的内容，然后分析出通话内容中的相关事项，并且整理下来，极大的提升了我生活的便利性和工作的效率。小米这边则只能通过小爱同学提供手动的汇总和摘要功能。总的来说， OPPO Find X7 Ultra 和小米14 Ultra 都能为我们带来非常出色的使用和影像体验。在拍照方面，两家的风格化十分明显，大家可以根据样张挑选自己喜欢的那一个。Find X7 Ultra 因为采用了双潜望结构，因此在中长焦方面的表现要更好一些。结合上 OPPO 一直以来在人像摄影方面的耕耘，这种优势还会进一步扩大。在系统的 AI 能力表现上，小米侧重于将 AI 的生成功能用在影像拍摄的前期，而 OPPO 则结合 AIGC 为我们提供了后期消除功能，并且相比于小米拥有更好的表现。此外， OPPO 的 AI 通话摘要功能是小米没有的，在生活中这项功能的确能提升我们的使用体验，在意的用户需要注意一下。目前来说，在对 AI 能力的运用上，的确是 OPPO 要做得更好。因此，在这段时间使用之后，我会更倾向于选择综合表现更加全面，而且机身设计更加精致的 Find X7 Ultra。不知道你会如何选择呢？欢迎留下你的看法。